生活难免有些困难，所以请多多包包涵涵。我是凯涵。我是老熊。哇，我们这个新的 slogan， 你觉得有没有很贴切我们的生活呢？我刚想听讲念出来，觉得我们是在做当铺的广告吧为什么？人生难免有困难，我们来帮你度过这个困难。某某当铺有吗？帮你度过难对关。对对，什么3点半啊，需要什么信贷啊，然后代代相传，对对对，代代平安。喂，但生活确实难免有一些困难，然后这个想法都是丰满的，现实都是骨感的。对不对？是。那比如说，我难免有些困难哦，是我这阵子看了一些，就是因为网络上有很多大家有看过所谓的不可能三角啊，对哦，那我就觉得不可能三角其实哭笑不得，但又有那么点道理呢。是不可能的三角是讲三角函数吗？那个数学我不会。不是，也不是三角裤，也不是三角裤，三角形。其实这是有学问的东西啦。就是经济学有一个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好，比如说你要这个国家经济要能够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都兼具，就是面面俱到，简直就是 impossible。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代志，不可能的代志，不可能面面俱到的东西，事实上没有这种事情。真的。讲到这个 impossible 让我想到曾经在那个台语的电台，那种也是那种讲话很溜达那种台语主持人用台语教老人家那个英语呢，可以来一段吗？好啊，来一段哦，因为韩老师英语时间，熊老师英文更好，但是我们比较接地气，来讲一下人生有真多impossible是不可能的代志。好，来开始咯，英语天地。今仔日要甲大家教这个字，就是鸟仔，鸟仔就是宝，宝就是鸟仔。查甫人若无宝，就是无鸟仔；查甫人有鸟仔，就是有宝。来，甲韩老师讲一遍，宝，安尼有会晓啊吗？impossible。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听到更多这样的英语天地。阿公阿嬷都是这样学英文对，没错，很好，很好。不过我们的节目也会有一些英文还蛮有用的小片段，再麻烦熊老师喽。好哦，未来有机会随时。好，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代志，就是来讲这个人生的 impossible 三角。这个不可能三角，比如说男人的不可能三角就是有钱、专一、帅。这个应该有不少朋友有看过，就说哇，对啊，有钱又专一通常不帅，那么有钱又帅就不会专一。那如果呢，帅又专一，通常木有钱，没有钱，没有钱只好专一。男人有钱就会搞怪，真的是这样子哦。哎呦，听得好残忍哦。真的如果三者兼具呢，不是没有，不然就是 gay， 所以他就不是男人了，他是女生。那女人的不可能三角嘞？女人不可能三角也有啊，脾气好，有能力，跟长得正，这3个也是不可能的。你也觉得不可能？我没有遇过有这3个兼具的。通常是什么样子嘞？长得正，有能力，脾气很差。那接下来就是脾气好的，但是没有能力。他长得正 ，OK， 他可能能力不好的，就必须要事事倚靠别人。说我们之前有讲过某一集，说熊哥，请你帮个忙。所以那个是正的。当然正啊，丑的没有人要理啊，不是啦，不要瞎掰好吗？这不是外貌协会，但是通常会有这样子的行为的，长得都还不错。对，所以让男人觉得有希望，个个有希望，个个没把握。OK， 那让我想到了一个新闻呢，说有一个女生她大概说服了20几个男的给她买 iPhone 最新款，然后她把它
卖掉，留一只给自己用，也是蛮 rich 哎、哦，这算能力强，这算能力强，有长得正，然后。他脾气好，应该至少有装一下啦。应该要装啦，不然应该没有办法拿到那么多的 iPhone。哦，可是这个是已经违背自然了哦。好，那个请大家不要学，因为其实你看这个新闻会不要出来，那就代表这是不可行的嘛。对不对？好，我们来讲讲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也是大家有看过的不可能三角之外，还有哪些不可能三角嘞？好，比如说伴侣，你希望他顾家上进，心里全是你，很难啊，上进跟心里全是你，这个是两件冲突的事情啊。可以心里全是你，但是没有办法说你一天到晚就电话说宝贝，你有没有在想我啊？你在干什么啊？我在上班。你有没有想我？我在开会。你是不是被追过？你是不是被盯过？就有啦，就一定有这种我们。先不要讲我自己，网络上很多这种他太爱你了啊！因为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会这样疑问，是因为我不太会盯男朋友，我不会耶，因为我自己嘛就不赢哎。你男朋友很幸福，我是风象星座，风一样的女子，对，风象星座都是这样。我也是不喜欢人家管我，顾家上进，那他忙就没有空想你，那他有空想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上进，对不对？好，那人生，我觉得人生这个应该大家都有认同啦哈，事业、家庭、健康。这也是很难兼顾的事情啊。通常很多很成功的健康，通常就要么家庭不好，要么健康不好。对，所谓的家庭不好，就是说，很少在家里嘛。因为刚刚前面上一个有讲到顾家上进可能跟孩子没那么熟。对甚至连老婆都没那么熟，他只是每天上工作很辛苦事业跟健康，他要运动，他要上班上得很累，下班要去运动，回到家就睡觉而已，没时间，一天就24小时。我觉得大家就尽量取中间，像我已经属于那种取中间，就是说，我觉得我事业还 OK， 好，不到说非常的什么当红女星啦，然后家庭也单纯，因为我很谢谢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也蛮会照顾自己，很健康。我说真的，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很健康，会安排自己生活，你真的很幸运，要谢谢他们。是因为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他们也许不会讲，但是至少他没有让我们造成更多的负担。谢谢这样的父母。那你说健康的话，我觉得就尽量，因为像现在很多朋友大概不到40岁或者是40出，已经开始有一些慢性病嘞。其实像30多、40出也没有年纪很大啊。这是慢性病越来越年龄往下走的一个趋势。有。对，我本身就有慢性病啊。你是大概几岁发现的？40出。那你跟我最近发现的就是差不多的时间，差不多。然后差不多这时间呢，已经开始小有成就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主管、管理阶级，或者是老板。但是他在你们成功之前，你们也付出很多的劳力，对吧？一定的，身体慢慢有一点有一点搞坏，或者是慢慢的变差，然后有一天你发现，真的变成了一个病灶了。是没错啊。年轻的时候就常加班嘛，熬夜嘛。不要说常加班熬夜了，有时候熬夜是出去玩了。像以前就有去唱歌，唱到天亮。我以前也是可以唱到天亮，然后直接去上班的那种。对。然后所以年轻就在消耗自己的健康。对。那等到你差不多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就一直累积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往下来。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最明显？大概是过了45岁的时候，男生过了45岁最明显。真的哦，对我已经是感觉有很明显的是往下坡走的，就是一直要加强保养的这个部分。有保养还是有差啦，所以大家也不用太 worry 但是你知道，这个年轻的时候真的不会懂，所以你慢慢到我们变成那种哥哥姐姐的时候，你就慢慢有所体会。没错。好的，那再来还有友情啦。其实我们也讲说，其实大概很多在40之后，朋友不要说40啦，大概30几、35开始结婚成家的朋友就有感受了。朋友慢慢变少。也不是你不好，也不是你朋友不好，大家就各自忙嘛。所以朋友呢，你希望他常常有空，还要志同道合，然后呢，可能彼此还有一些好处，几乎不可能。通常几乎要有什么好处，也不太会是太过于交心放心的朋友。
对，对，有从你身上图好处的人，通常都不是把你当朋友啦。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会说啊，我们是好朋友啊，我们一起创业，但是记得朋友不共财，真的，朋友再好的朋友，通常一起创业都很容易有不好的下场。喂，现场有一位神手，我就跟朋友创业，然后失败啊。那后来还是朋友吗？我会不会问得太犀利？我就是要问，还是朋友，但是没有像以前的那交情那么好了。我必须说，所以真的人如果真的有遇到很好的朋友，不容易，要珍惜，反而不要有利害关系，对吧？对，我们也算朋友，然后一起做这个事情。做什么事情？你讲清楚哦。这个节目，但我们不太一样啊！我的经验，我的现在的感受是跟我之前创业的不太一样。怎么说？因为我们两个彼此给对方很大的空间，还有信任，然后我们很多时候默契也够。我们没有很急着要在彼此身上得到什么利益耶。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朋友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是为了那件事情努力，而不是说为了透过这件事情我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对，当如果创业的人其中一个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那个就变质了。我的经验是这样。还是要请大家多支持啦记得按赞、点阅、开启小铃铛，也可以留言好不好？好，那再来呢，就是工作钱多压力小，不用管人际关系。你说钱多事少离家近，这太普通了。因为我还是真的有认识这种人，因为他在他家上班。那个不叫工作吧？那个是他公司，是他自己他家的公司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讲说这个更务实，我觉得这个更仔细，就是钱多还要压力小，还不用管人际关系，不可能，对不对 ？Impossible， 我想到那个 Prada 穿 Prada 的恶魔，不是睽违20年要再上映，我好期待哦。有，我想很多的人在职场人生看那一部电影，除了安海瑟薇超美之外呢，一定有看到很多同感。它里面就有一句台词，它里面的男同事 Nigel 就跟安海瑟薇说，等你生活全部都毁掉的时候，记得告诉我，那代表你要升官咯。 Let me know when your whole life goes up in smoke. When is this time for a promotion? 啊，对，没错，这就是很血淋淋的事实啊，真的。所以你说那个 Prada 恶魔，那个恶魔，那个梅丽史翠普演的那个角色，其实他是实际存在，就是 Vogue 的那个总编辑安娜温图嘛，就是说据说是那个原型。你看他好像很成功，很权威，搞不好他很孤独。其实，在电影里面就有演过啦，就是她其实老公跟老公的感情就不是很好，在电影里面，对，因为她太忙又太强势，然后她老公还有小三，我记得电影里面好像就有这一段。你要去哦，我们可以回去看看有没有啦。好，那不是重点啦。对，我们想要揭露刚刚讲的那一段台词，就不晓得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认同哦。还有呢，就是老板给高薪，可是要求又少，然后员工的这个流动性或者是心啊要很稳定。我觉得第一个就被打枪了啦，高薪很少吧？老板，我没有100个里面大概有5个吧会给高薪，有啦，真的很少。有啦，我跟你讲，我以前就有待过东森购物台，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比较早期的购物专家，我算是黄金时期的哦，那时候薪水很高，所以我前阵子那个军方邀我去演讲，然后有那个军官问我说哎，凯涵老师你为什么会去购物台？我就很诚实的说钱多啊。是啊，然后一次签约就签5年，就觉得有一个保障一个5年的薪水这样，然后就像你们签下去一样哦。好的，这个是生活很正常我们的选择。那像王总裁就是一个肯给高薪，但是相对的要求也高哦，一定的啦，压力也高哦。对啊，所以像王总裁这样的老板也是有好，但是你就要知道说，你可能不好，你可能随时就会滚。没错啊，老板敢给他也敢要，对，这是
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刚刚讲说你要高薪哦，要求少，那可以，不可能，这一定是等比的嘛。他通常老板在计算你的薪水的时候，一定是看你可以贡献给公司多少，去计算那个价钱。对，每个人都有一个价钱在。那你有没有发现，通常比较稳定，然后薪水可能一般般，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高的，他就可能比较可以待。好，那他被要求的也不高，可是相对他也比较自由啊。反正我在这边做行政，或者是我来这边混日子，我去别的地方也可以混，然后就看我这家公司我喜不喜欢，老板有没有唧唧歪歪。对啊，都是这样啊，没错。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三角是都超务实，很务实啊，简直不可能在同一个三角，对不对？对。好，再来还有业务，业务呢是公司最重要的支持来源，对不对？对。可是业务你要赚的钱，相对付出的时间啦、精力跟一些搞不好你要应酬什么的要更多，所以有没有可能准时下班，业绩好，而且呢不用靠人脉？有这种业务吗？哪有业务不靠人脉的？可是你知道业务最辛苦就是应酬，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大概30多40，慢性病开始浮起来了？因为酒喝多了，然后晚睡熬夜，对，然后变胖。对，就像我一样啊，没有。你以前是瘦的吗？我以前没有，你瘦过？我有小学的时候瘦过。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小时候瘦不是瘦。这样也是很可爱，但是身体要顾啦。有在顾。我目前没有别的那个 partner 的那个人选，就你了。啊，真的吗 ？Take care， 好好，是 Only you， yeah。好，还有什么银拔帕西莫的三角呢？好，来设计师，不管是发型设计师或者是广告设计师，让赶快 designer， 好，不跟你拉迪赛的 designer，你要他便宜、快又品质好，没有这种事。通常呢，你要他客户都要，我要快又要便宜又要好，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哦，好，收到你的要求，对，当然我们尽量做到，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做不出来啦。真的没有又便宜又快，品质又好，品质可能只是差强人意，在那个预算之内可以做到的品质，就这样而已。但我们会跟他说，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能够做出来最好的东西了。讲到设计师不久前还有看过网友在找工作的时候，把那种根本就是以前清末八国联军不平等条约的那种工作条件写出来。有。他说那个设计师你有看过吗？对不对？那其实设计师分细一点的，他也是有分那种网页的，对，跟那种广告设计的，对。哇，你全都要会，还要当小编，还要求要会，比如说 Office 那个 PowerPoint 之类那种文书，还有要求要有机车或汽车驾照，是要去送货吗？对呀，而且薪水大概3万出，不最多也不会超过3万5。问先第一个，这个是助理的薪水，第一个，第二个是你一天上班时间只有8个小时，哪那么多时间做这么多的事情啊？所以是这个人是奴隶吗？还是什么？他是设计师，然后还要当小编，包山包海。搞不好有什么要求那个驾照，搞不好还要送货。那你这样给这个薪水，对啊，就算不要说这个薪水，这个连5万都我觉得都还不够，太少。我觉得是这个人这时间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多事情啊。是啊，对啊，而且现在通货膨胀所以各位老板，如果我们的听友观众是老板的话请多包涵，对，请多包涵那你们也调一点啦，好不好？那如果说我们有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呢，你刚好是设计师在找工作，如果你看到这种工作要求，你先别干叫，你就直接略过，对，所以我想到说，设计师也好难已经设计已经那种绞尽脑汁搞不好他不是在混，然后搞不好想了半天就真的没有，他需要点时间，然后还要做这么多事才领这样的薪水，好难很辛苦，真的很辛苦，真的人生活真的难免有些困难，对。请多包涵还有音乐人啦，音乐人呢要表演多，有可能每天都有演唱会吗？对不对？然后生活能够安稳，还有创作自由。熊哥，你也算是一个音乐人，有在玩团，曾经有在玩团。对，那你觉得音乐人这个的不可能的三角，你来说说，倒是很有说服力的。对，这3个呢，其实都是3个不同的
冲突的事情，3个不同方向的事情。你要表演多，当然你表演多，你的生活就会安稳。但你的表演的限制就会多。但是通常表演不会多啊。通常表演不会多啊。那你怎么可能每天音乐节？对，周杰伦演唱会他也是巡回差不多，他也会休息好一大段时间啊。是啊，而且你要想周杰伦巡回演唱会，他几百场几十场演唱会，对，都要唱一模一样的歌，你会不会腻？会。那我想到那个是陈势安，陈势安的招牌曲不是天后吗？你会唱吗？来，我不会。的那居高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的一种虚荣。好，唱不好请多包涵了哈。我是放乖，不是唱乖哦。像那个陈势安自己就有讲过，他表演他好怕人家都叫他唱天后，他唱到快吐。有，他人生可能应该唱超过应该10万不到10万那么夸张，因为应该有破1万次了吧？对，我觉得不止他，很多那种大天后级啊，或者是天王天后的招牌啦，对他们的招牌歌，他们如果就是去上节目做宣传的时候，一定都会被要求唱那个招牌歌。是可以啦，如果唱一小段可以，但其实歌手心里会觉得，对，就是会觉得要唱这首，因为他们其实蛮想唱新歌的，哈，就这样，对不对？我是不是讲中了各位歌手朋友们？而且我还讲一个，我最近上次看到哈里逊福特，对，他一个最有名的角色就是《星际大战》里面的那个索罗嘛，对，所以他在去上一些节目的时候，然后节目单位就会放那个《星际大战》的背景音乐。他就有一次应该是故意在搞笑，他说：“拜托不要他妈的这首歌了，不要再放这首歌了。”他每次一出场就会是噔噔噔，那是维达的就是噔，这是《星际大战》的主题曲，对不对？然后那个他就说 ：“Oh no, please not this fucking song again。”就是很腻啊，很腻，超腻的。还有呢，讲到公关公关。不管是艺人的公关或公关公司，又要形象好、危机处理快，还要全部说真话，这个也是不可能。公关公司全部说真话这件事情，比如说我觉得很干，或者是我觉得这很不好，他们也不可能这样讲出来。通常如果会讲真话，就不是好的公关人了。我们也不能说你这样讲说，好像他们都讲谎话一样。没有，不是，他们的话都会包装过的，都是经过包装过的，所以他不能够直接噗一下就出去了。对，不像我们说讲，然后讲后面加一个请多包涵就好了。对好的，还有学生，现在学生也很不容易，有没有？当然你说要一直玩得爽歪歪废掉那个小孩，我们就不讨论了。那小孩其实还是会希望说，又可以睡饱，又可以成绩好，又可以玩得好，几乎不可能。但小朋友都很天真，小朋友都爱玩，很正常。大家又要可以玩得很疯，又要可以成绩好，又要睡得饱。随着国小可能还好，但是可能慢慢发育长大到青少年，真的也很难。国中开始那个课业就加重到不可能睡饱了。是所以你现在当学生也很不容易。所以熊哥，你的那个年代不是你们还有什么联考？有啊，那个时候要联考。我们那个年代，你也在那个年代，你为什么讲到我这个年代？我算是联考后期。好啦，你算年轻啦，你年轻人。没有。我还记得我以前睡眠不足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前一天晚上就是回家一定是先做作业，然后呢才会吃饭、睡觉、洗澡什么之类的。隔天早上6点就被挖起来，做什么你知道吗？做什么？听空中英语教室。你的英语听的啦。我的英语听的就是安尼来啦。就是一样的，只是说你是英格里学是英语教室啊，我台语版是英语听的。对，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最印象最深刻，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要起来，然后听着空中英语教室的广播，然后看着书。打瞌睡，起来干嘛？有了还是有听，其实不从以前到现在真的你要念好学生的，念成好成绩的学生都不容易啊，需要时间努力啦。你有没有发现都有个共同点？你不是全部都没有，但你不可能全部有，对，有所取舍，一定会需要取舍的，没错。是，那有人一定会讲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其实讲归这样讲啦。我们讲了那么多不可能三角，谁全部都要到了？
没有，除非你有钱，当然你可以有办法全部都要嘛。对啊，你钱够多，你给的够多。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假设我举例哦，贾伯斯。他真的是一只手机改变了全世界的人，他是一个历史留名的企业家。我其实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很棒，他什么都有但是你看他也是英年早逝。对，他没有，他健康，他没有健康。有人看过他的传记或者那个电影啊，应该都知道，他其实在做出 iPhone 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那一阵子其实是跟他的女儿的关系是不太好的。对，他年轻的时候为了做电脑，他还把一台电脑用他女儿的名字去命名。这么爱他女儿，很爱他女儿，但是他们关系不是很好，我记得。所以你看他说哇，又有钱又有名。但是他的家庭，所以那个 Prada 恶魔不就有讲啊，说当你生活全毁的时候，代表你要成功了，没错。但是不能说绝对啦，你要说取舍。那比如说你算还不错，或者说还蛮知足的。其实我也常常讲，我曾经在我的广播节目跟听众说，像有的妈妈啊，你会觉得说她都在家啊，你以为在家很容易啊？在家她24小时随时待命对啊，你上班族你时间到了，你要摆烂或干嘛？那你下班时间对不对？对啊。那你说那种 housewife 那种家庭主妇，她很多好的妈妈并没有那么轻松。对啊。而且搞不好因为这样，她身材变形，她没有打扮，其实她是很漂亮的。所以我跟我的听众说，如果是这样的角色，其实你也是很成功的，没错，它也是一个事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是不是应该稍微冷静一下，不要太过于执着那个表象。我一定要成功，你真的是想要成功给你自己，还是成功给别人看？所以你要成功到一个极点，这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那有没有可能你付出，然后你觉得追求那种极致成功？不见得有追求到，但是你绝对在中间又失去很多。没错。好，可是我们也不是说叫你不要追求成功，是不是？就是要有一些取舍，然后要想办法找出一个平衡点，一个甜蜜点在中间，3个都可以兼顾。是最好，对，或是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你就真的要取舍。对，你就可能要稍微截长补短，有所取舍。好，比如说我现在不知道讲到，但我想到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他在修道的时候也很孤独啊，所以他修出了对世人有帮助的这些内容嘛。因为他的家庭生活就没了。对呀，是啊，所以就看看大家是怎么样想自己的这个占比。你不见得说那么绝对，我有成功就没有这个，也没那么绝对，但可能少一点，没有对错，那你能接受吗？对，对不对？没有对错的事情，但是就是你可不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你可不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人生，这样子的生活？如果可以，那就非常好。想要的太多了啦，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样有时候反而会失去更重要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核心？最重要的是什么？比如说我努力赚钱，我最重要是什么？为了生活，为了我的家人。那你可以有努力到有赚到钱，但是不要顾此失彼，我们尽量啦。对，好，不要遗憾啦，人生不要有遗憾，不要对啊，因为我以前还有看过一部电影，他就讲说人啊没了就是没了。这确实是这样，是啊，对不对？对。所以希望我们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但是希望我们每一次做的选择，就是你在享受其中啊。比如说你在追求你的梦想，还有赚到点钱，也许没有到很有，但是至少有，你也没有失去家人的联系之类的，对不对？好了，我们就一起加油咯。好，生活难免有一些困难。请多包涵。那如果这一集对你有点小有帮助的话，希望可以解开你，而不是为了要这3角全部凑齐，因为3角要凑齐，根本就是impossible， 不可能。好，那么我们尽量去追求我们自己做得到的咯。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话，记得给我们按赞。然后订阅开启小铃铛，也可以留言给我们一些交流或鼓励啦。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